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阿冷的书房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阿冷。今天我将谈谈一本名为《权力的48条法则》（48 Laws of Power） 的书。这本书在政治人物、美国囚犯、50 Cent 等名人和当权者中非常有名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是否应该与你分享这本书，因为书中的内容是带有操纵性的。对我来说，书中提到的一些法则并不道德，我个人不建议应用它们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会对你应用这些法则，因此我只会分享一些我认为对你有利的法则，可以帮助你在这些法则被用在你身上时保护自己。法则1：永远不要超越你的上司。当你试图给比你高阶的人留下深刻印象时，不要过度展示你的才能，这可能会让你的上司感到不安全，他们会寻找方法来取代你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20岁，刚开始一份新工作，你的团队主管40岁，几个月后，你发现你比你的团队主管知道的更多，并且对团队或部门有更好的想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永远不要表现出你的优越感，因为当权者永远不想看起来无能和软弱。你优越的知识对你的团队主管和他的职位来说是一种威胁，他可能会对你微笑，表现得喜欢你所做的事情，但请放心，一旦有机会，他就会用一个不太聪明的人来取代你。永远要知道你的界限，如果你想实施你的想法，请以一种能让你的上司看起来出色和聪明的方式来进行，即使你知道他们并非如此，这样你将获得他们的支持，他们也不会将你视为威胁。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也许你会想起你身边一些不遵守这条法则而面临困难的朋友。例如，一个聪明的同学总是炫耀自己的知识，并试图看起来比老师更聪明，但他总是难以从同一位老师那里获得好成绩。法则2：永远不要过分相信朋友，学会利用敌人。权力的关键在于判断谁是在所有情况下最能帮助你实现利益的人。保留朋友用于有益，但与有能力和称职的人合作，尤其是在经商时。在你的生意中，永远与你的朋友保持距离。相反，雇佣一些以前的敌人，敌人会比朋友更忠诚，因为他们有更多东西需要向你证明。作者说，你应该害怕朋友多于敌人，朋友更有可能嫉妒你、背叛你，并限制你的权利，因为很难保持专业距离。朋友并不总是诚实的，他们不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，而且很难读懂他们的意图。总的来说，人们喜欢认为他们是靠自己取得成就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朋友很容易忽略你作为朋友对他们所做的好处，而开始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实现的。法则4：永远说的比需要的少。你说的越多，你就越不令人印象深刻和难以掌控，而且你说出蠢话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有权势的人倾向于少说话，这使他们令人印象深刻和令人生畏，因为你无法猜测他们在想什么。尤其是在谈判和面试中，要时刻注意自己，不要说的比需要的更多，因为这会开始对你不利。如果你面对一个强势的谈判者，你会发现他话不多，他总是会表达他的观点，然后保持沉默，让你开始说话。沉默是痛苦的，它会让你感到不舒服。例如，我确信你已经注意到，当你与某人交谈时，会有一段时间两人都停止说话，你会经历一种奇怪的沉默，这感觉不舒服，对吧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你只想说点什么，让这个尴尬的时刻消失。有时，你甚至会说一些不相关的话来打破沉默，并继续交谈。结果是，你最终可能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，或者透露太多资讯，从而在谈判中失去你的权利。法则9：透过行动取胜，永远不要透过争论。透过你的行动让别人同意你，而不用说一句话，这会更有力量。永远要证明，而不是试图用你的言语说服别人。著名雕塑家和建筑师米开朗基罗正在雕刻一座雕塑，当他即将完成时，一位傲慢的市长索德里尼进来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但鼻子太大了。”米开朗基罗知道鼻子是完美的，
这只是索德里尼所处的角度问题，但他没有与他争论，而是开始慢慢地敲打鼻子。他并没有改变鼻子，只是让一些残余的灰尘掉下来。在这样做的同时，米开朗基罗说：好的，去那边看看，告诉我现在是否好了。索德里尼看了看，说：是的，现在看起来很棒。透过言语赢得的每一次争论都是短暂的，并会在对方心中产生怨恨。所以，透过你的行动取胜，永远不要透过争论。法则10：避免不快乐和不幸的人，情绪会传染。你可能会死于别人的不幸。情绪状态就像疾病一样具有传染性。你可能会觉得你在帮助那个溺水的人，但你只是在加速你自己的灾难。不幸的人有时会为自己招来不幸，他们也会把它招到你身上。你可能会觉得你在帮助那个不断进监狱或违反简单规则的朋友，但你正在被感染。最好与快乐和幸运的人为伍。法则13：当寻求帮助时，诉诸人们的自立，永远不要诉诸他们的怜悯或感激。如果你需要别人的帮助，不要费心提醒他们你过去为他们做过的事情，他们会找到忽略你的方法。相反，在你的请求中找到一些能让他受益的东西，并用强调的词语来强调它。当他看到自己可以从中获利时，他会热情地回应。当我开始制作这些影片时，我会联系人们并寻求他们的意见。有一天，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，问他是否可以见我10分钟，给我一些回馈。我一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开始找借口，说他很累。我一听到这个，就知道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，所以我打断了他的话，说：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我们可以晚点再见面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听说你正计划购买一处投资物业，你想来喝杯咖啡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，因为我最近为自己买了物业。他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问了我一些关于楼盘的问题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见面喝了咖啡，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一切。最后，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些回馈。当然，他说可以，并给了我他的意见。你可能会称之为操纵，但我称之为以正确的方式提出要求。人类天生是自私的，无论你是否接受，这就是事实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我们的脑海中总会问这个问题：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如果没有什么好处，我们就不会采取行动。请特别注意这条法则，尤其是当你向比你更有经验或知识的人寻求帮助时。这些人不想浪费时间，所以先研究他们的业务，看看你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，或者你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，然后先提供你的解决方案，以换取你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东西。法则28：大胆行动。如果你对自己的行动不确定，就不要尝试。你的疑虑和犹豫会影响你的执行。羞怯是危险的。如果你必须做某事，那么最好大胆地去做。你透过大胆所犯的任何错误，都可以很容易地用更多的大胆来纠正。人人都钦佩勇敢的人，没有人尊敬胆怯的人。几年前，我的一个朋友被邀请参加一个他不太了解的职位的面试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通过了面试并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当我问他是怎么做到的时，他说有几个问题他无法回答，但他总是表现出胜利者的心态，并告诉面试官他会学到所有必要的东西，并成为部门中表现最好的人。几个月后，当我和经理喝咖啡时，经理告诉我，我雇佣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你的勇气和胆量，否则你只有很少的职位资格，大多数处于你位置的人甚至不敢来面试。法则36：面试你无法拥有的东西，忽略它们是最好的报复。承认一个问题就是给予它存在。你越关注你的敌人，你就会让他越强大。而一个小错误在你试图纠正它时，通常会变得更糟和更明显。有时最好让事情顺其自然。如果有些东西你想要但无法拥有，就忽略它。你表现出的兴趣越少，你似乎就越伟大。透过承认你的敌人，即使只是为了与他们战斗，你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忽略他们，你就可以取消这种影响。这会让他们不安和愤怒，
但由于它们与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它们也无能为力。法则40：面试免费的午餐。免费提供的东西是危险的，它通常涉及一个诡计或隐藏的义务。付清全价也是明智的，付费可以让你远离感激、内疚和欺骗。免费是你可能听到的最昂贵的词语之一。当你听到有东西是免费的时候，要非常小心。免费几乎从来都不是免费的，背后总是有一个隐藏的价格。例如，当你排队等候1个小时来获得一个$1的产品时，你真的认为你是免费得到的吗？你只是用1个小时的时间付了费，你真的认为你的时间只值$1吗？或者你真的认为免费送货是免费的吗？它从来都不是免费的，它只是隐藏在你支付的价格中。法则41：避免踏入伟大人物的鞋子。首先，出现的总是看起来比后来者更好和更原创。如果你接替一位伟大人物，或有一位著名的父亲，你将不得不取得双倍的成就才能超越他们。透过改变路线来建立你自己的名字和身份。例如，假设你开始一份新工作，发现接替你职位的人是公司里最好的员工之一，你意识到要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功，对你来说将会是多么困难。前任已经设定了高标准和期望，人们会期望你做到同样的事情。如果你想在这个职位上取得成功，你将不得不创造前任员工2倍的结果才能被注意到，或者你必须开创自己的道路，这样人们就不会将你与前任员工进行比较。作为一个新来者，你很可能无法做到第一种选择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开创自己的道路并与众不同。但当你这样做时要小心，因为过去通常有宝贵的元素，如果为了与众不同而拒绝一切，那将是愚蠢的。法则45：宣扬改革的必要性，但永远不要一下子改革太多。每个人都抽象地理解改革的必要性，但人们是习惯的动物，他们喜欢按照他们过去的方式做事。太多的创新是创伤性的，会引起愤怒和反对。如果你是新的当权者，或者你试图建立权力，请始终尊重旧的做事方式。如果需要改变，也要让它感觉像是对过去的温和改进。法则46：永远不要显得太完美。当人们看到你比他们优秀时，他们会讨厌你。看起来比别人优秀总是很危险的，但最危险的是看起来没有任何缺点和弱点。嫉妒会产生沉默的敌人。偶尔展示缺点是明智的，可以转移嫉妒。只有少数人能在人生的游戏中取得成功，而这少数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周围人的嫉妒。一旦你取得了成功，你最应该害怕的人就是你自己圈子里的人，那些你已经抛在身后的朋友和熟人。这是我想要谈论的最后一条法则。在应用这些法则之前，请自行研究或阅读这本书，以便你充分理解它们。这些法则非常强大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应用它们，可能会适得其反。例如，你可以尝试保持沉默来显得有权利，但请记住，过度的沉默也会引起怀疑。非常感谢您收听阿冷的书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请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见。